这案子被甲方爸爸毙了，你怎么做事的？生就叉烧都好过生你了。老板，这个策划案被张助理改过，我原本的方案不是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你原来的案子好，是张助理给你改差了？我这就去改。什么玩意儿？宝宝，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怎么，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当然不是，只是我现在在上班，也不知道你那个破班有什么好上的，一个月才挣5000块，街上扫马路的都比你挣得多啊！宝宝，我入职马上就要满1年了，到时候就会涨工资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马上就要到七夕了，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不会是什么都没准备吧？黄子轩，你要是连这么重要的节日都没想起来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吧。怎么会呢？我还在选呢。我闺蜜她男友准备了驴牌包包，你送的礼物可不能比他差太多，要不然我多没面子。行了，我先挂了，还约了闺蜜做头发呢。这个模特的皮肤真的白啊，这个模特的身材真的好啊，这个品牌的包包真特娘的贵啊，怎么办？最便宜的也要2万多，我上班1年省吃俭用也没攒这么多钱。对了，老板说这个策划案要是顺利通过，就会立马给我1万块奖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了。我成了，我终于搞成了。子轩，你爷爷下午突然去世了，你快回来处理他的丧事吧。老板让你去办公室。败家产，让老子陪你加班，现在还没有搞定。塞屎了你！你被老子炒了！你死哪去了？不是今天带我和闺蜜去吃西餐吗？我都和闺蜜说好了，你放我鸽子。我们分手吧，你要的我给不起。你说什么？黄子轩，你再说一遍。爷呀，你说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还没等我好好孝敬你呢，怎么就走了呢？你这一走，搞得我多被动，知道不？我把老板打了，连上个月的工资都没要。还有，我那个对象我也踹掉了。咱这啥家庭啊，找个对象多不容易。看看，为了你，这事儿也黄了。臭小子，你那活是人干的吗？一个月挣个4、5千块，吃窝头都不够。还有你那对象，那是正经姑娘吗？成天就知道跟你要钱。我都没花过你1毛钱，你挣点钱全给他造了，分了好，分了好啊！要不是我死得好，你还分不了呢。我没出息，你就有了，折腾了大半辈子，非要开啥农家乐？咱村啥条件你不知道啊？路过的野狗都嫌穷的地方，哪有人来旅游？你开了20年农家乐，挣了几个钱，连我的学费都要靠捡瓶子攒。老子再没出息，也是给你留了份家当，不至于让你饿死。你可别不识好歹。我可谢谢你了，守着你这份家当，我离饿死也没几天了。怎么跟你爷爷说话呢？这些话你活着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跟你说，你死了还不能跟你讲了。不对，我捋一捋。爷，你是不是已经死了？鬼啊！做个梦而已，瞅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出去了，可别跟别人说你是我们黄家的种。黄家的种也是讲科学的。你先坐下来，咱爷俩好好唠唠。我就坐这里。子轩了，爷跟你说一件事，那家农家乐一定要好好经营，因为它是我们黄家能不能完成使命的关键。使命？爷，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我们黄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祖上18辈贫下中农，能有啥使命？你搁这儿跟我拍神话呢？这事儿还要从3000年前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地府初开，我们黄家祖先济源通天，成为地府的第一批鬼差。通过黄启明的描述，黄子轩知道了自己家族的来历。原来黄家那位鬼差祖上办差不力，不小心将地府阴阳五中专门记录特殊人物的阴阳阎王责令黄家负责修补阴阳，并补偿那些受害人。经过数千年努力，阴阳部终于被修好，但黄家老祖发现需补偿的人太少，于是疏通关系，给出了一个补偿措施。
那便是根据寿材所使用，还给那些人一段时间阳寿，但不能够在他们原本的时代还阳。于是拖来拖去，便拖到了黄启明这一代。黄启明等了大半辈子，自己都要到地府报道，才接到消息，补充计划正式开始。这个任务自然而然便交到了黄子轩手上。你听明白了吗？我一定是太累了，所以才幻听，根本没有托梦，也没有杀皇家使命。子轩啊，这是你的宿命，既然逃不掉，就尽情享受吧，说不定很有趣呢。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你个不孝子，真是要气死老子！这样，我在祖坟里给你留了点东西，回头我整出点动静，你自己去把东西取了。子轩，别睡了，出大事了！村长，你来了！你刚才说啥？出啥大事了？今天早上不知道为啥，一家祖坟里面突然冒黑烟了，附近也没火，是从里面传出来的。好的，村长，我这就过去看看。黄启明那老家伙到底是做啥亏心事了？坟头居然冒黑烟！老黄家这风水不吉利啊！人都说穷不过3代，老黄家是一代比一代穷。就是。别说了，子轩回来了。昨晚爷说要在祖坟弄点动静，不会就是让坟头冒黑烟吧？这门看着像是新做的，是谁缺了大德？跟我开这种玩笑，先搬回去再说吧。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了？搞啥呢？哪来的敲门声？人呢？这什么鬼东西？那个时候地府初开，我们皇家祖先机缘通天。这难道？你好，这地面怎么软塌塌的，像踩在沛县的烂泥地里？您哪位啊 ？cosplay 也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吧？电费很贵的。你便是这屋的主人，看你这穿着，倒比当年沛县的纨绔子弟还花哨。我叫黄子轩，住这儿。您到底是谁啊？道具挺全的，是拍古装剧的吗？剧组在哪儿？我刘邦，便是斩白蛇起义、破咸阳、败项羽，做了400年汉室天下的汉高祖。汉高祖，您别逗了。前2天还有人扮秦始皇来小区骗大爷大妈买保健品呢。您不会是刚从鸿门宴上跑出来，急着找萧何筹钱拉队伍吧？鸿门宴，好小子，倒还知道些旧事。那阵我身边有樊哙迟钝护着，张良在帐外筹谋，项伯替我挡酒，哪用得着自己跑腿借钱？倒是你知道樊哙当年怎么骂项羽的吗？大刑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话到现在都管用。开个玩笑，您坐，我给您倒杯水。这铁盒子是啥？炒得像当年楚军的投石机。还有这屋子，当年我在沛县当亭长，住处虽简陋，但院里能容得下弟兄们喝酒吹牛，哪像这儿，物件堆得满满当当，连个插脚的地方都嫌挤。果然是史书记载的，人而爱人，喜事亦或如也。刚进门就惦记着容弟兄们落脚，但这嫌弃的劲儿也够直接的。这是空调，制冷的，您别嫌挤。现在城里房子都这样。对了，您怎么看着才40来岁？我记得史书记载，您驾崩的时候都62了。当年在长乐宫闭眼，身子骨早就垮了，正营不时中了箭伤，阴雨天疼得钻心，连上马都费劲。地府的人说能给我3年还阳时间，我琢磨着拖着那老骨头有啥意思？不如换副年轻身子，再看看我打下的天下变成了啥模样。小子，你说实话，现在还有人记得我斩白蛇的事吗？记得，课本里都写着呢。说您是赤弟子转世。对了，您刚说樊哙，他后来不是封了武阳侯吗？您对他是真信任啊？樊哙是我连襟，当年我在芒砀山落草，他带着老婆孩子就来投奔我。鸿门宴上，他敢拿着生猪腿就啃，指着项羽的鼻子骂，这份情谊我信他。但韩信这又是什么铁盒子？
上面还亮着光。您可别乱碰，这些都是法器。这摄像机能把人的魂魄摄进去，比当年秦始皇的方式还灵。这电视能居着魂魄衍生前世，比史官的竹简还清楚。小子，别蒙我！当年我入咸阳，萧何把秦宫的典籍器物都收了，也没见过这玩意儿。但我知道，底下人现在都兴烧这些新奇玩意儿。去年清明节，我在底下就听说，有后人给汉武帝烧了能说话的盒子，比张骞带回来的汗血宝马还稀罕。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弄开我看看。当年我做了天下，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亲眼看着匈奴被打跑。不知道现在边疆安稳不？看电视可以，但您得答应我，别在我家搞事情。您当年可是连沛县的酒馆都敢赊账不还的主。放心，当年我赊账是因为酒馆老板知道我刘邦将来能成事，主动让我欠着。史书上说韩信死的时候您又喜又怜，真的吗？他可是帮您打下了半壁江山啊。行，他拥兵自重，在我被项羽困在荥阳的时候，派使者来要假齐王的封号。我当时气得想拔剑砍了使者，连也连。当年他在项羽帐下当执戟郎，没人赏识他，是我封他为大将军，给了他10万兵马，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哪一仗不是打得漂亮？那您就眼睁睁看着吕雉杀了他。我做了天下，最忌的就是功高震主。韩信这小子太不懂藏拙了，不过他也够狠，临死前还拉着陈实垫背，倒上我刘邦的兵。这玩意儿比竹简方便多了。当年戚夫人跳翘袖折腰舞，身段是柔，但也懂分寸，哪像这些姑娘动作张扬，倒不如虞姬有风骨。当年项羽兵败垓下，虞姬拔剑自刎，那才是真性情。这是手机，能打电话看视频，您别把屏幕划坏了，这可是我刚买的。伤风败俗，真是伤风败俗。小子，有酒吗？当年我在沛县喝的是老米酒，现在有啥好酒？酒没有，有牛奶。您就住楼上东边的那间房，床单是新换的。明早我上班，您别乱出门，不然被警察抓走我可不管。东边好，当年我在汉中驻军，大营就扎在东边，敞亮。对了，你知道萧何的后人现在怎么样了吗？当年他帮我镇抚关中，供给粮草，我欠他的最多。萧何，他的后人好像一直有记载，挺有名的。您要是真想知道，明天我用手机查给您看。好，那你赶紧去睡，明早记得买些肉包子。当年我在长安最爱吃东市的肉包子，皮薄馅大。原来爷爷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么晚了，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吧。好大孙，接到刘邦了吧？你个老邓，这到底啥情况？刘邦本来有3年阳寿，用2年换了40岁身子，要在你这儿待1年。1年？这么久？这帮老古董整点新奇玩意儿哄他们玩，拖过时间就行。说得倒轻巧，你咋不自己来？哎呦，梦要醒了，子轩，好好干，爷爷看好你。刘邦，你在里面吗？看来是太累出幻觉了，什么古代人还阳，纯属瞎想。姑娘，你叫啥名字？你是哪个？我是黄子轩远房亲戚，叫我刘大哥就行。你这年纪能当我爷了，好意思让我喊大哥？你知道吗？你这话挺过分的。咋个过分了吗？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挺过分的。你过分美丽，我过分着迷。小芳，王小芳，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得不得嘛？谁先你自己承认。王子轩，你刚才在这看到是谁放你信没？没有啊，说不定别人早就放这儿了。这点胆子还敢追我，想让我答应，门儿都没有。小芳来了，好久不见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亲戚刘大哥。小芳，我们借一步说话。哪个包气是你亲戚？这亲戚脑子不太灵光，我打算把农家乐改疗养院，所以以后你如果在我这边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人，一定不要惊讶，他们也都是可怜人呐。
这是给我送的菜吧？谢谢你了。子轩礼，但是菜没算钱，现在理回来可不能吃白食。我们俩还计较这些呢。菜不值钱，工钱得给吧？拿别人的东西怎么能不给钱？这钱必须给。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小子，你也太抠了吧！女人的钱你都欠。说的这么大义凛然，当初你不也是靠女人发家的？那能一样吗？咋就不一样了？再说我是真没钱了。废物，知不知道？男人可以没钱，但要会画饼。等等，这词儿我怎么有点耳熟？这事儿你别管了，小芳姑娘，咱也不是那种没皮没脸的人，菜钱是一定要给的。不过一次结算一次，实在是太麻烦了。那你想咋办？挂账吧。成，那都1月1结。这都行？怎么不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愧是以布衣之身荣登95的人。行啊，老刘，你还真是有2把刷子。小芳姑娘，我来搭把手。小芳姑娘，有事找老刘，别客气。啷个锤子？这人怕不是有毛病？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节目的？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这个小匣子甚是奇妙，只要按这个小方块，这画面就可以切换。你不是说这些女人伤风败俗吗？我看你那样子，舌头都要舔到屏幕上了。食色性也，我只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免俗？说起这个，都说你是青帝之子，斩白蛇造反，是真的吗？这咋可能是真的？不过那个时候要造反，总要弄点噱头在身上。你也知道，我们那会儿的人就信这个。那你左腿上有72颗大痣，是天生的帝王相，有这回事吗？这更是无稽之谈。我左腿上有没有痣，我自己还不清楚，那些都是后来人为了神化我编出来的故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你腿上真的没痣？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没有，你这么激动干啥？我哪里激动了？说起来真是有些饿了，有吃什没？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厨房帮我忙。这种丢人扫眼的事情可不敢跟他说。好啊，还说你腿上没有痣，不就是一个帝王之相吗？我只是不想跟你炫耀。现在是21世纪，你就算是炫耀我也不会信的，你心里有鬼。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什么，家有善妒汉妻，喜好舞针弄线，总是要承受普通人所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这些痣是被铝制扎的伤疤，你也不容易啊。历史和传说还真是不一样。谁说不是呢？你比我想的要有趣多了。这些都是什么？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是煤气灶，用来做饭的；这个是微波炉，可以快速加热食物。你们这个时代的东西真是神奇，做饭都不用柴火了。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了，做饭也变得简单多了。好香啊！来，尝尝我的手艺。这个是红烧肉，这个是清蒸鱼，还有这个是我的拿手好菜宫保鸡丁。那我可得好好尝尝，美味，真是美味，比我宫里的御厨做的还要好吃。那当然，我可是专门学过的。没想到我还能有机会体验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枉此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好好享受这1年的时光，体验一下这个时代的各种新奇事物。刘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个时代和您那时候大不相同，外面世界复杂多变，您要是出去乱逛，可能会遇到危险。哦，有何危险？您要是被人发现了身份，说不定会被切片研究。何谓切片研究？就是比凌迟更彻底的凌迟，您会被科学家们拿来做各种实验。竟有此事？那科学家的手艺竟如此精湛，这种刽子手可不好找。不论如何，那我还是在家为好。这样吧，您下午就在家看电视，我出去办事，晚上回来。也好，也好。您好，叨扰了。此处可是黄先生所长的暂歇之所。您是看着比我爷爷的古画还有气度。在下管夷吾，影上人士。前日地府判官严谨，此处可容魂魄暂归阳间，特来叨扰。管夷吾是那个辅佐秦桓公称霸，搞尊王攘夷的管仲。我初中历史课本上有您。我叫黄子轩，这农家乐就是我的，您随便坐。这个世界真是奇妙，与我所在的时代大不相同。黄先生，此乃陶器，纹饰简洁却别有韵味。当年我治其曾兴陶窑以利民生，这般样式倒是未曾见过。这是搪瓷的，比陶器结实。您当年在齐国搞改革，可比我这开农家乐难多了。
对了，跟您说个事儿，您别害怕，您现在是魂魄还阳，我这农家乐是地府特批的阳间中转站，专门让你们这些历史名人放松的。既为地府所托，便是司命般的角色。管仲不敢失礼，只是方才院外那无主自鸣之物，还有这冰凉的陶器，都让我深感时代之变。当年我随桓公北伐山戎，迷路时以老马为引，如今这世间，怕是老马也认不得路了。您说的是太阳能路灯，那是靠太阳发电的，比您当年的老马靠谱多了。走，我带您转转，保证让您大开眼界。哦对，这个是抽水马桶，您要是想方便，我先给您演示下。此物光洁如玉，竟能自净。当年齐国都城的公厕虽有规制，却远不及此。黄先生，这便是道法自然的新境界吗？哪能啊，就是科技。等会儿我给您找本百科全书，您一看就懂。对了，您头顶这个是电灯，一拉开关就亮，不用点蜡烛，也不怕刮风下雨。无火而明，无烟而暖。当年我在葵丘会盟时，诸侯以火炬为例，烈如星河，却不及这一盏明亮。黄先生，这般奇物为何不推广于天下？早就推广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您当年让齐国富起来靠鱼盐之力，现在我们靠的是电，还有互联网，就是能千里之外传消息的东西，比飞鸽传书快多了。黄先生所言，字字皆是天方夜谭，却有真实可见。管仲一生以富民强邦为己任，若能得见这般盛世，便是少活10年也甘愿。先生肯为我解惑，此恩管仲记下了。管先生您别这样，我就是个开农家乐的，您可是名相，折煞我了。管先生既然对现代新鲜事物如此感兴趣，以后我找点相关的书籍，管先生自己研究就是。管仲拜谢。大名鼎鼎的管仲，咋的这么客气？我只是个小卡拉米。我的时间不多，但能学习到这些新知识，真是不枉此行。黄先生大恩，管仲没齿难忘。您还阳的时间不多，为何还要花时间研究这些呢？学习是我最大的乐趣，尤其是那些我不懂的东西。管先生真是一位研究型人才，令人敬佩。对了，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我的第一位客人，他大概是您之后600年的一位皇帝。哦，皇帝为何？简单来说，就是天下共主，不是周朝天子那种样子。这称呼竟然如此霸气，竟如此厉害。宝贝，这是我改编的新舞，你觉得怎么样？这位刘先生真是多才多艺。你在干嘛？你哪来的手机？这是李花花送的，怎么了？李花花，你从哪儿认识的她？那个李花花不是啥好女人，你最好离她远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花花？你真是被迷了心窍了。刘先生，我们村是个贫困村，李花花没了男人，收入微薄，你怎么好意思拿她的手机？想不到花花妹子竟如此艰难。你这台手机就1000多，李花花1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以后花花妹子我养了。你就在这里待1年，你养个屁呀！你知道这年头钱有多难挣吗？这世上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吗？你走着瞧好了。哎，好家伙，这老伙计穿得够周正啊！小黄，这是你新领来的客人，瞧着气度不凡，是哪路豪杰？在下管仲，乃春秋奇人，曾辅佐桓公定葵丘之盟，和诸侯以尊王攘夷。我的娘嘞，竟是你这老神仙！萧何那老小子天天跟俺念叨你的馆子，说你象帝而衰争，把齐国治得富得流油。没想到600年后，竟有豪杰知晓在下着作。听闻先生是大汉开国之君，当年天下大乱，先生定是历经艰险才平定四海吧？可不是嘛！秦末乱世，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百姓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俺当年带兵打仗，最愁的就是军粮和民生，所以总跟萧何说，要学你让齐国富起来的法子。陛下倒是务实，治国之本在于民生。当年桓公初即位，齐国历经内乱，百废待兴，在下便主张通货积财，
富国强兵，先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再谈礼乐教化。不过治国非一日之功，当年齐国虽强，仍需应对诸侯纷争。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秦法太苛，俺就废了苛法，搞休养生息，给流亡的百姓分田地，轻举薄赋，不准官吏欺负百姓。这法子用下来，没几年，大汉的粮仓就满了，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两位都是治国高手，要是生在同一时代，说不定还能联手成就更大的功业呢。这个刘邦真是不省心，这才来第一天就搞这么多事情。我倒是觉得刘兄乃是真性情之人，胸中有大豪气。你可别跟刘邦学坏了。不可能，怎么会？别胡说。黄子轩，你那个亲戚是啥子情况吗？一大早跑我家来说要跟我合伙做买卖。什么？刘邦去你家了？他都说了些什么？那个老头还说得头头是道。我本来不想搭理他们的，但是他们说事成之后要跟我合伙，我也没理会他们嘛。但一眨眼人都不见了说。这个刘邦真是不省心。还有管仲，我以为他是个明白人，怎么也跟着瞎掺和。他们说要去跟蔡霸谈，还要我答应运输的事情交给他们。我现在是两头为难，怕他们真的闹出大事来。小芳，你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个菜市场好大，如果我们也开这么一个菜市场，那得多赚钱。先会会这个王东，其他的事情稍后再说。就是这里了。你们是来干啥的？我们来跟王东谈个买卖。谈啥买卖？我们打算销售王小芳菜园种的菜。你们既然认识王小芳，难道不知道王小芳菜园的菜是我不让卖的吗？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在打我的脸？小心我发飙！今天我来，只是知会你一声，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来了，脸面已经给你了，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行，我可以答应。卖王小芳的菜，老子不同意。小金，这是干嘛呢？不是让你去处理那批货了吗？处理货那也得看心情。我听说有人想动王小芳的菜园，这事儿我得管。这位兄弟，我们刚才已经和王东谈妥了，你这是何意？谈妥？和这个傀儡谈妥有什么用？我不同意，这事儿就成不了。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慢。今天我给你面子，也是给我自己留余地。你若执意阻挠，恐怕会后悔。小金，你这是要造反吗？王东，你以为你还是这里的老大吗？实话告诉你，兄弟们早就跟我混了。管先生，看来我们要活动活动筋骨了。自当奉陪。来吧，让你们尝尝我刘邦的厉害。给我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两个不长眼的东西。管先生，你怎么能临阵而逃呢？老刘，我只是动嘴皮子的，从来没跟人打过架。你先顶上，我回去帮你摇人。也罢也罢，看我老刘怎么收拾你们！哇，你这个小崽子不讲江湖道义！老东西年纪大了就老老实实在家里等死，还学人抢地盘找死。管先生，啥情况？老刘呢？这个老刘实在是太冲动了，一言不合就跟人打起来了。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进去帮忙？不必担心，老刘毕竟是马上打江山的皇帝，武艺肯定不错，对付几个小混混而已，不碍事。我们在外面等一下，待会儿他处理好自然就出来了。不行，我得进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那你们小心点，一有情况立刻出来。我说了，我要卖王小峰的菜。快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这个家伙是不是你的幕后老板？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这就是一个误会，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想要正常做生意。我为我的朋友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们愿意赔偿损失，希望你能让我们离开。这还差不多，给我准备3万块。这老东西在我办公室闹事情，打坏了这么多东西，不要赔的吗？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我回去筹钱。
希望你能不要为难我的朋友。行，我给你1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见不到钱，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情况如何？老刘他没事吧？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人家要3万块赎人，这简直是强盗行径。但我们也不能让老刘就这么被扣着，得想想办法。子轩，我会一起想想办法，总不能让刘邦都这么被他们欺负。小芳，谢谢你，但你也不容易，能有什么办法？你们老老实实待着享受生活不好吗？非要搞事情。现在好了，刘邦都搭进去了。那还不是因为你没钱，区区3万块，若是我还在齐国的时候，一顿饭都不止这点钱。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们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来人了！大家好，我是项梁，这是我侄子项羽。您好，我叫黄子轩，这位是管仲。您2位是项羽和项梁？正是我们，黄先生。我们来到这里，希望能在你这里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当然，我会为2位安排好一切，请先随我来，我们坐下慢慢谈。欢迎2位，我是管仲，也在这里暂住。我们虽来自不同的时代，但能在此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不好意思，我困了，我先回房休息了。黄先生，我侄子在人间最后一战受到了打击，所以现在心智全无，希望你不要见怪。项先生，项羽将军现在的情况确实让人担心，我会尽量开导他的，希望他能早日走出阴影。现在距离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在你们后面的汉初时代，是中国历史从秦末战乱走向汉室繁荣的过渡阶段。汉朝崩溃瓦解，形成3国鼎立，后来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盛世。黄土霸业终究是一个笑话罢了。2位保重，在下也先行回屋休息了，多谢黄老弟款待。黄先生，我看项羽将军的情况确实需要好好开导，不然他这心结难解，恐怕会出大问题。是啊，我会多留意他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得先解决刘邦的问题。有了，黄先生，我们楼上不是有2位万中无一的猛将吗？为何不让他们去解救老刘呢？老管，你可真是一个大聪明。低调，低调。我在我那个时代也是绝顶聪明的人物。老管啊，话说你知道项羽是咋死的吗？你的意思？项羽乃是一代霸王，可惜最后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造成这一切的就是老刘。你说说，要是让他们知道老刘在这儿，能善了吗？竟有此事！这个老刘就知道他不靠谱，怎么能不靠谱到这种程度？算了，那家伙挨顿打也是该的。项梁先生，项羽将军不来吃饭吧？他最近心情不好，让他自己待会儿吧。我去叫他，不吃饭哪行？黄先生，不用了，他现在心气全无，让他自己静一静吧。这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咋的还抑郁了呢？他会好的，只是需要时间。老管，别想老刘的事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们肯定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我可不是担忧老刘，我是在为我们未来的事业忧心。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计划，没想到刚刚开始就受到了阻碍。来日方长嘛，我一穷二白的都不着急，你们着急啥？你不着急，是因为你还年轻，你还有大把时间挥霍，我们没有。管仲是何计划？老夫知道其中。你们这帮人聚在一起，真是让人头皮发麻。我们的计划是从打破菜霸的垄断开始，从王小芳手里拿货卖菜，赚到第1桶金，然后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能不能带我一起？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你来入伙。这事儿能搞啊？能搞是能搞，不过现在另外一个合伙人被对头给挟持了，还要交钱赎人。大胆，还敢有人劫我们的道！我去就回，等宰了那几个小毛贼，再回来与管兄把酒言欢。项梁，等等，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不能随便动手，否则会引来大麻烦。那些菜霸怎么就敢跟老刘动手？那是你们2个先动手的，人家要钱也不是赎金，而是赔偿金、医药费，懂吧？你们这个时代
屁事儿咋那么多？想当年，我带着江东子弟横扫天下，哪有这么多规矩？这也不行，那也不对，那你想怎么样？不会真想给钱吧？回头我再想想办法吧。怎么回事？感觉心里慌慌的。什么声音？这两个家伙，这下糟了！他们这样冲动，非出事不可。钱啥时候到？打电话催一下。这位爷，我真的不知道电话。不打电话是吧？来啊，再招呼招呼他，直到他说出来为止。给我住手！我看谁敢！大哥，怎么是你小子？大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刘季啊。当初在你麾下干过很长时间，你的恩情我永世难忘。我们的账之后再算。在我落难的时候，拯救我的终究还是大哥你啊！你实在是我的再生父母。当初你也是在战场上几进几出，就连这些垃圾都搞不定。搁这儿给我演电视剧呢，还战场上几进几出，还大人物呢，这就不行了。好汉饶命！行了，都老实点儿，别耍花样。向良啊，向良，你可千万别冲动，我马上就来。喂，黄子轩是吧？告诉你，赎金涨了，翻3倍。为啥？你还好意思问？你又派了俩老头来找麻烦，我把他俩也留下来了。啥？不是，哥们儿，你在说笑吧？别废话，明天天亮前见不到钱，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本来刘邦的3万块还没着落呢，现在直接翻了3倍，变成了9万块，把我卖了我都赔不起。你自己想办法，跟我没关系。这帮菜霸也太霸道了，说要多少就要多少啊！先回家再想办法。宇哥，你怎么在这儿？我叔父哪里去了？他们去菜市场找人麻烦，结果被人扣下了。妻子带不去，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西土霸王的厉害。失策啊！早知道该叫个货拉拉，这超载被交警抓到得罚哭啊！此等坐骑，未及乌骓1%神速。大哥，将就点吧。我的好大哥和你家叔父正在别人老窝里舔窗泪呢。不能再快一点吗？听话没吃饭吧？宇哥，不能再快了，超速会被扣分罚款的。前面有摄像头，我的分不够扣了。3个老家伙，精神损失费、场地损坏费、误工费，凑个整，一共9万8。明天早上见不到钱，就把你们仨扔冷库里当冻肉。你坐地起价，你和子轩、小友刚说。金爷，好商量，有话好商量嘛。像我当年在沛县也是这么白手起家的，大家都是兄弟。谁跟你兄弟？老骗子！给我堵上他的嘴！谁？宇哥，下次破门喝酒了。妈的，又是你！钱这么快就凑够了，懂不懂规矩？先交钱。不要走！放心，跟我在一起。该下之辱，今日讨还。打人不打脸，刘邦小儿惯会蛊惑人心，快拉开！来好大事，就有了不要打我合伙人手。我的妈呀，这都什么事儿？我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收拾战场的。哎呦，向老弟下手也太黑了，专往脸上招呼。哼，若非子轩阻拦，今日定要你好看。育儿不得无礼。打？怎么不继续打了？小金现在要19万8的赔偿款啊！各位祖宗，把我卖了值这个价吗？喂，村长啥事儿？啥？剧组拍戏？哦，行，我知道了。各位，卖身赚钱还债的机会来了。村里来了个拍古装戏的剧组，正缺群演，尤其是有武功的群演。都要，会骑马吗？不会，下一个我们要壮士的，你这不行，太虚了，排队，别挤。
哇，这身板，这气势，哥们练过。练过，祖传的。导演，你看他像不像大将军？像，太像了，简直就是为我这部《楚汉风云》里的项羽的角色量身定做的。就你了，1天800。宇哥，800块能买好多桶泡面。可你这形象有点滑头，演个贪官或者地痞流氓怎么样？1天300。导演，你瞧好嘞，论演反派，我可是有祖宗18代的，天赋是有天赋。得本色出演。卡，你是西楚霸王，不是西楚王吧？要霸气侧漏，霸气懂吗？眼神要杀人，不是让你抛媚眼。导演，我找了个好苗子，你看看。对，就是这种感觉。快换衣服，化妆，马上拍垓下突围那场。你去演那个带人围堵的汉军小头目。得令，导演，保证把项羽给您围得死死的。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项羽。开机 ，Action！或有巨邪重统者，且观北辰。告皇帝玄命关中，正逆此土，不为飞入豪杰，实葬乱世也。杀项羽，上层千骑，封万户侯。胆敢欺我！停住！刘邦小儿，纳命来！天哪！救命！救命啊！万水上烈，是戏呀！二狗，晚上去镇上网吧开黑不？这是亚父，我亚索贼溜，带你把把赢。堂堂西楚霸王偷看人洗澡，这把柄可不能错过。亚父，好家伙，猛男落泪啊！你叫什么？我靠，大哥你干嘛？我不搞基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啊，范增，曾经的曾。哥们儿，你入戏挺深啊，还没出戏呢，要不一起撸个串？跟我走。啊，疼啊！去哪儿啊？哥们儿，我卖艺不卖身的。去学兵法权谋，治世之道，以此生绝不可虚度。啊，兵法？吃鸡兵法吗？哥们儿，你没事吧？哎呀，宇哥，冷静，有话好说。范增是吧？我是黄子轩，咱一个村的。黄哥，救我！这哥们儿魔怔了。哥，我懂你，亚夫转世嘛，激动。但是时代变了，教导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你不能直接把人绑走啊，这是违法的。你当如何？难道放任他如此街溜子是吧？交给我，你先松开他。救命啊！小范，这位向先生呢是个历史爱好者，特别崇拜古代的谋士，比如范增。他觉得你特别有眼缘，想请你到我们农家乐做客，交流学习，包吃包住还有钱拿，怎么样？真的？还有这好事？交流啥？打游戏吗？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你看我这样，像是学习的料吗？向先生知识特别渊博，你跟他学准没错，将来考个成人大学都有可能。行吧，不过说好了啊，我可不保证能学会啥。搞定。范增，从今日起，
吾将亲自教导你成才，起来练武。大哥，这才几点呢？练什么武啊？我又不去打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从强身健体开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看竹简？手机上看小说不香吗？此乃孙子兵法也。我又不当将军，读这玩意儿干嘛？既然你厌文习武，那便从武艺开始。今日先教你近身格斗之术，看好了。这个学会了就不怕村头二狗子欺负我了。哎呦，疼疼疼！轻点啊，师傅，轻点啊！起来！跑车一响，黄金万两；保时捷一刷，小姐姐登场。I wanna hold 'em like they do in Texas Blade. Hold 'em, let 'em hit me, raise it, baby, stay with me. Luck and intuition play the cards with space to start. And after he's been hooked, I'll play the one that's on his heart. Oh, whoa, whoa, whoa. I'll get him high, show him what I got. 家人们，家人们，冲就完事了。家人们，保时捷走起，马上换你喜欢的小姐姐。钟哥，我让你帮我想引流营销，不是让你给我搞擦边啊！你看这直播间人数蹭蹭涨，要我说，你这个农家乐也不差。我打算把它搞成青楼 Plus 版。黄子轩，你个大学生，读那么多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看看你干的好事，把我家闺女带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你穿的，破烂一样，不三不四的。我老婆昨天直播到半夜，饭都不做了，穿的那么少，扭来扭去的，丢死人了。说是不是你指使的？伤风败俗，你把我们黄家村的脸都给丢尽了。黄子轩，你得负责，赔钱，必须赔钱，就是赔钱。黄子轩，赔钱，给个说法，赔钱。爸，你胡说什么呢？子轩哥根本没让我们干这个，是管仲哥给我们拉的群，说这是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我们凭自己的劳动赚钱，跳跳舞怎么了？直播间打赏可多了，这不比种地轻松？你跟谁横呢？我赚的钱没给你买烟买酒，现在嫌我丢人了。昨天边喝酒边数钱的时候，你怎么不嫌丢人？你闺女以前那么乖，从来不和我顶嘴。黄子轩就是你开的头，这农家乐乌烟瘴气的，还招了反曾那个二流子，能是什么好地方？就是，谁知道他搞什么歪门邪道？对，就是他带坏的，赔钱，不然今天没完。好好好，都是我的锅，行了吧？这农家乐我不开了，直播也别搞了，散伙，全部散伙，行不行？不行，凭什么散伙？我们刚赚到钱。子轩哥，直播是管仲哥组织的，你没权利散伙。挣钱的生意怎么能说散伙就散伙？子轩，你这就有点不负责任了。子轩，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是说能不能换个方式？我看他就是挣着钱了，不带我们了。黄子轩，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你可不能吃独食。都吵什么吵？像什么样子？子轩，你是咱们村少有的大学生，还在大城市待过，有见识。今天这事儿，你说说。我哥也是想帮农家乐引流，方式可能用错了，搞了点直播，让姐姐妹妹们跳了些，不太合适的舞蹈。赚钱是好事儿，村民也去鼓励大家结合传统文化，搞一些特色，走向富裕。你爷当时开农家乐，我也是支持的，但路子要走对了，不能搞不正之风。这样，我做主，直播先停了，想想别的方式方法。
不能伤风败俗，还能让大家赚到钱。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一心为村里着想，脑子有活路。这样，你帮大家想想办法。村长，我这散了，都散了！不会在这里说什么话。我自己兜里都没200块，让我带领全村致富，你们疯了还是我疯了？好吃，太好吃了！尝尝这个。哟，这是哪来的仙子下凡了？姑娘，芳龄几何？有没有意中人啊？小郎君，我今日在何处歇息？姑娘，初次见面，你看我怎么样？匹夫，憨敢无礼！女儿冷静。老刘，你少说2句。这位姑娘对不住，我这位兄弟口无遮拦。老刘，你也真是的，见到漂亮姑娘就挪不动道，老毛病又犯了吧？这是长孙皇后，你们都消停点儿。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学富五车，让你们多读点书。这跟读书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长孙皇后的复原影像。切，皇帝做了多年也改不了轻浮浪荡，言行无状，徒成口舌之快。还阳多日，还被宿敌压制，看来并非时运不济，实乃德不配位，理所应当。这姐姐也太猛了吧！子轩哥，不好了，我的直播间被封了。平台说我们违规了，肯定是有人故意举报。直播不是停了吗？你们私下又直播了？我们就想挣点零花钱嘛。对啊，我们才刚有点收入，家里种地1年也没几个钱，我们也是着急啊。直播可以，但你们是正经直播吗？我都说了，那个路子不行。那什么路子行？村里也没别的营生干啊。子轩哥，你快想想办法。何事如此喧哗，惊扰他人清静，非未可之道，一失己身仪态。长孙皇后以前统管后宫，教育这些小姑娘不是手拿把掐。姐姐，救我！你谁呀？我们找子轩哥说事，关你什么事？以色于人，终非长久之计，更对自身清誉无益。昨日我听子轩说，直播后台私信脏臭污浊，不堪入眼。一时之力，岂能与一世发展和内心安宁相比？我们就是跳跳舞，赚点钱，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姐姐，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才说这些，可待在村里，除了种地，出去打工，还能有什么好出路？直播来钱快，我们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怎么就不行了？就是，私信的那些人本来也有问题，就算我们不露胳膊腿，他们照样开黄腔。就是啊，家里都指着这点钱呢。依靠自己，自强不息，本是妙事，但路径须得正大光明。女子之美，不止于皮相和舞姿，仪态、才情、品德，方可历久弥新。尔等青春正好，何不将心力用于寻找更能体现自身价值、更能获得尊重的道路上？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对啊，出路，县城的出路不就在这儿吗？无垢姐姐，您就是活宝藏啊！他们县城的队员，咱们可以搞个古风女团啊！您想啊，您来自大唐，那可是礼乐鼎盛的时代，您看的那些宫廷乐舞、礼仪规范，现在好多都失传了吧？您来当老师，教他们正儿八经的唐代歌舞。我们不搞那些搔首弄姿的擦边舞了，我们要做就做高大上的传统文化艺术，效仿古风，学习礼乐，展现唐韵华章。此提议甚好，若能因此传习正声雅乐，倒也是美事一桩。何止美事，简直是功德无量！你们想想，学这千古一后，不是，学会无垢姐姐亲自指导的舞蹈，演唱盛唐的曲子，这格调，这档次，不比你们之前那啥擦玻璃强1万倍，而且就在村里，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古风女团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会不会要交很多学费啊？外面的舞蹈机构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大家乡里乡亲的，我能坑你们吗？再说是村长让我想你们的出路，我收你们费用，他不得找我吐出来？我们刚才无垢姐姐，我们不是故意的，对不起，你愿意教我们吗？若尔等有心向学，我自当倾囊相授。子轩哥，我们
们听你的，我们愿意试试这个古风女团。妙啊！穿着漂亮的古装跳舞，肯定好看，比之前那些更有味道。文化传承妙啊，还能搞差异化竞争，此策大妙。你俩就知道妙妙妙。不过老管说的没错，这事儿有搞头，既能解决姑娘们的出路，又能弘扬传统文化，一举两得。顺便拉一把这半死不活的农家乐，说不定女团火了，有人来旅游打卡，钞票不就哗哗来了？身形要正，如长安朱雀大街的华表，不偏不倚才是大唐风骨。颈背要直，似敦煌飞天的玉颈，挺拔却莫僵硬，松沉方有韵味。目视前方，目光当如大明宫晨光，澄澈从容。大唐女子藏于眼底的气度，不是怯弱，更非张扬，气息下沉，似取江池静水，不起波澜。吸气时如春风拂柳，吐气时如秋叶坠枝。足尖点地如莲步轻盈。长安仕女出行，不服1尺2寸，快了裙摆杂乱，慢了质重拖沓。舞步左旋右转，暗合阴阳，绝非肆意妄为。行走时，裙子摆动要有度，披帛流转如流云浮水。躬身行立，裙摆切不可拖地，这里面藏着的是教养。手腕再柔软些，想象立于曲江池畔，指尖轻拨湖水，溅起层层涟漪，看似轻柔，实则暗藏力道。很好，盛唐女子的神韵，端庄而不刻板，柔美而不失风骨，柔中带刚是大唐本色，兼容并蓄是盛世气息。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抬手，都告诉世人，我中华礼仪之邦自有千秋风韵，万种气度。这一态里藏着的是大唐的包容与自信，是中原礼仪与西域风情的交融。要记得这份形随礼动，意与韵合，方能将大唐雅韵传承下去，让四方宾朋见之，便知我中华礼仪之邦的风采。范增，我东西掉了，过来找找。习武之人理应心无旁骛，偷窥女眷，成何体统？谎话连篇，罪加1等，精力这么旺盛，今日基本功加倍啊！我就看了一眼，就一眼我。残暴，太残暴了！项羽那厮根本不懂欣赏美人，美真是美，这仪态，这风韵比刷短视频好看多了。确实如此。长孙皇后教导之法合乎礼仪，又有所创新。你们两个有点正事没有？实在闲得没事干，就扫扫地，要不然做饭就知道在这里碍手碍脚。忙着呢，别吵吵。子轩小友，莫急莫急，我等在此不是偷看，我等正在欣赏艺术，陶冶情操，干活那些俗事不要喊我。我等是在为农家乐谋划生财之道啊！看美女就看美女，敢做不敢认啊！非也非也，你想，长孙皇后教导的可是正宗、传统失传的唐代古典乐舞。说重点，我还有一堆活没干呢。莫急莫急，我是想，如果把这些练舞录成视频，稍加剪辑一番，发到网上，这失传唐代歌舞重现人间，这么大的噱头，必能引发关注，火爆全网。没错，火了之后还怕没收入，广告商肯定蜂拥而至。等有钱了，我定要娶上18房。我是说，等有钱了，定要好好犒劳大家，先给子轩找个老婆。老管，你说是吗？然也。届时收入大增，农家乐便可扩大经营，添置产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首要之事，除了给子轩找老婆，肯定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和膳食条件。你们俩倒是挺会想，还想得挺远。不过拍视频的事儿，得先问问无垢姐姐和姑娘们同不同意，我们得尊重他们的想法。包在我身上，我去与长孙皇后分说，此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好事，她定然应允。总算有个正经方向了，就是这钱，哎，怎么就流水一样往外花呢？得赶紧想办法开源啊！
范增上来就打我儿子，我儿子现在腿断了，赔钱，不然砸了你这破店，听见没？黄子轩，范增打折我儿子一条腿，50万，加上葡萄园的损失，一共80万，少一个字都不行，不然我就报警告范增故意伤害，再把你这黑店砸个稀巴烂。庄叔，你找人赔钱也该找范家商量啊！我这和范增非亲非故的，他就在我这里当个服务员，这么大的事儿也和我说不上啊！哼，范增他爹一听儿子犯事，连夜卷着铺盖卷和自己老婆跑了，我找谁去？你是范增老板，员工犯事就该你赔钱。这事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范增人呢？你们一起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要赔钱还是要打官司，得先把事情搞明白了。你就是包庇范增，范增一早就跑没影了。你让我去哪里带他？你就是拖延时间，好让范增逃跑。把人交出来，赔钱。大家都冷静一点，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好家伙，这架势，就差在我这儿直接吹去，大出殡了。安静，都安静，吵什么吵？不就80万吗？想当年朕我富有四海的时候，区80。闭嘴啊你！你知不知道80万有多少？把农家乐和我们捆一堆卖了也没这么多钱，别添乱了。诸位，请听我一言。事情还没理清楚，在这里大吵大闹，于事无补，自约。子什么约？滚蛋！你们就是一伙的，别想拖延时间，赔钱。你也受伤了？简单包扎过了，5万。跑啊！你敢跑，老子现在就送你进局子。有话好好说，再动手动脚，休怪小人不客气。大家都静一静，听我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范增打人，那范增头上的伤怎么回事？小庄打的。自卫需要下这么重的手，还有小庄的腿，你们说断了就断了，医生诊断书呢？腿断了不先送医院，直接抬我这里干嘛？你们到底是讹钱还是治病？你什么意思？你想赖账？我儿子疼成这样还能有假？范增就是个地痞流氓，村里谁不知道？他的话能信？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范增在我这里训练多日，早就真心悔改了。你们不要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范增。他撒谎，工钱，他先克我工钱，还拿酒瓶开我瓢。爸，疼，别跟他们废话，报警。就算腿没断，他打人总是真的，葡萄园被砸了总是真的，还有他偷葡萄，这些损失加起来也得赔50万。哦，现在又变50万了。庄叔，你这价钱变得比股市还快啊！我没偷，那些是你们不要的，你们集中在一起要销毁，我才拿了几串。我是觉得太浪费了。感情之前你拿回来的葡萄都是庄家的，你就是偷东西被我抓到了。我没有，那些葡萄工人们都拿过，都是些品相不好、代理商不收的熟过头的葡萄，那是你们要扔掉的。反正都要扔掉，为什么不能给工人拿走？最少50万。那些葡萄就算烂在地里，也不能白送人，要不然卖不上价。老子又不是慈善家，光送人了，谁买葡萄？那也不能扣我工钱啊！我在你家干10天，小庄非要说我之前偷拿过葡萄，只给我5天的工钱。我和他理论，他说我爱拿不拿，不拿就别要了。你不仅打人还撒谎，流氓就是流氓，死性不改。叔，偷拿葡萄是范增不对，该赔，按市价赔；砸了东西该赔，也按市价赔。打伤了人，医药费、误工费该赔。那你们呢？扣工钱的，恶意伤人的，还有你们这上门讹诈的行为呢？庄叔，你真要掰扯，咱们就一样一样掰扯清楚。要不要现在就把村长叫来，再把镇上派出所的同志请来，咱们好好算算，到底谁该赔谁多少钱？你们仗势欺人。子轩，你读过书，比书见识多，书也是没办法。葡萄本来就不容易运输，我辛辛苦苦种1年，也不想扔掉啊。但代理商说了，葡萄只能卖给他，要不然第2年就不来收了。说来说去，问题的根本是你，庄叔。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葡萄卖不掉，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或者被代理商像收垃圾一样低价收走。你心疼，你憋屈，却又无可奈何。你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从我这里榨出点油水，好弥补你年年都有的损失，顺便把这口憋闷的气出来，对不对？你放屁！庄叔，我有个办法，不但解决葡萄的出路，还能让熟过头的葡萄变废为宝。你想不想听？你能有什么办法？我就听听你能放出什么屁来。黄子轩，你要是耍我们，老子跟你没完。
成，那咱们先聊聊价。现在短视频这么火，我们完全可以做个账号直播卖货啊！还以为大学生能想出什么高招，我早试过了，没用。大叔这么赶潮流呢？去，谁是你大叔？你看发了那么多条视频，一个粉丝都没涨。我老婆还说我老没羞的，不务正业。叔，现在这年头，谁爱看中年大叔怼脸照啊？剪辑毫无逻辑，画面乱七八糟。我就这水平，爱看不看。那你说能做什么内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有这个追赶潮流的思想已经很时髦了，别听老管胡说，恶评都是恶评。现在是男色消费时代，做什么内容都不如帅哥发腹肌照，起号快。你们看我干啥？我不同意。是不同意还是身材不允许啊？你这孩子怎么扭扭捏捏的？小庄，你不会每天不干活在偷懒吧？这腹肌是天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再练也没有。有点胖，得减肥。做背景板肯定不用看，但要想火，颜值和身材都要好。直播就直播，要求还那么高，你这搞的和那些擦边热舞有什么区别？现在节奏这么快，你想卖葡萄，全国种葡萄的那么多，大家都想卖，顾客凭什么买你的？你的葡萄有什么特别，能吃出金子？我们的葡萄藤都是老庄，和外面那些科技不一样。我知道，但酒香也怕巷子深不是？除了直播，我们也得搞个网店，搞得正规点，售后服务都要跟上。如果账号能火，我们还能和奶茶联名。现在做葡萄品类的果茶这么多，如果能和奶茶品牌合作，销售渠道还能进一步拓宽。我怎么觉得你在画饼？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干他一票试试呗。能成吗？行，子轩，我们听你的，你说咋搞就咋搞。管秀，你快说啊！你说，你之前怎么说的？包在你身上，你去与长孙皇后分说，什么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好事？你这从传统文化改成卖葡萄，逼格降了多少档次？要说你说。子轩，你有话和我说。哎，我就想问问舞蹈练得怎么样了？其实我答应了庄叔帮他卖葡萄，没选好合适的主播。我想让古风女团去直播卖葡萄。我知道这和我们刚开始商量的走传统文化的路子不搭嘎，但我想请姐姐考虑一下。可以。如果不行啊？什么可以？你刚才是说可以吗？我还准备了好多说辞，准备说服你。我还没开始卖惨呢。敌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义也。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亦劝。这文化素养杠杠的，我只会说古剑伤农罢了。要是你不同意庄叔，就给我脑壳打歪。古风女团第一阶段汇演现在开始，请欣赏歌舞口吻敦煌。一直听闻大唐盛世，唐韵华章，我本来还不屑一顾，觉得肯定比不上汉朝。这腿这腰，口水擦擦，到哪儿都改不了。爱看美女的轻浮浪荡。汉朝古朴典雅，唐朝华丽新颖，各有所长，各有所长。博主是在搞笑吗？穿这么多，一点意思都没有。腰上是插了根棍吧？会不会扭啊？别发上来，丢人了。建议博主换个赛道，大家现在都喜欢踢腿舞，博主发这个没流量的。要不听网友的，改让他们跳踢腿舞算了，那个又简单，不用训练都可以直接直播。不行，这太不地道了，这跟逼圣女贞德投降有什么区别？不成。子轩哥，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人看我们的视频？子轩哥，怎么样？点赞破万了吗？哇，点赞嘛，现在刚发。可能这视频刚发，没有点赞和评论也很正常。还有这时间，大家都在上班，没时间刷手机，播放量上不去也很正常。大家不要灰心。是不是子轩哥拍摄手法有问题？肯定是，这连个 BGM 都没有，而且完全没剪辑，还没我自己剪得好。你们倒是一点也不内耗啊。内耗是什么？能吃吗？先解决问题再说，行不行？就是，你们跳得这么好，舞姿这么优美，兼顾力量美和动作美，都怪黄老弟不够专业。要是我来掌镜，肯定让你们一炮而红。来，你行你上，睁大眼睛看清楚了，现在能火的就是这个踢腿舞，不管千万粉丝博主还是小卡拉米，只要拍就能火。伤风败俗，不守妇道。村长说不能搞不正之风，
而且我们的号已经被封过一次了。我都是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家里要破产了，还是有人要出家了？最近的饭菜怎么这么素？好几天了，一点油水都没有。刚做完热身，肚子就咕咕叫，都快饿死了。这菜色是有些清淡了。不如这样，我们去山中训练的时候猎一些野味，也好改善。我说各位爷，别给我添乱了，成不？家里就是要破产了，你也没少吃过1碗饭。我短过你吃喝了没有？你在这儿白吃白喝，免费训练。农家乐最近入不敷出，才吃了几顿素，你就怨声载道。宇哥，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山里的野味儿，动辄就是保护动物，他们只是想吃穷我，你直接想把我送局子。黄子轩，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寄生虫？当初是你说的包吃包住的，我来了也没闲着吧？农家乐的活哪样我没干，连庄稼的葡萄我都拿回来给大家分享。你还好意思提葡萄？要不是你，庄稼能找我要80万。消消气，都别吵了。还有你们仨上次去小金那里闹事儿，小金要我赔19万8，老子攒的彩礼钱全搭里面了。你们好意思说菜有点素？没有我，你们连野菜也吃不上。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管兄，我们走。你们都别吵了。老刘，你不要冲动。走，要走赶紧走。那80万我会想办法的。你能想什么办法？卖屁股还是卖肾？你混蛋！哎，真是头疼，这都什么跟什么？不想吃就别吃了。你怎么还没走？因为我听出来你不是想让大家走。怎么，西蜀霸王今天兼职情感导师了？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必须给我们善后，但我觉得你年纪这么小，就要负担这么多人，压力很大。孽债啊，都是孽债。 80万很多吗？按我以前的工资水平，5000一个月，不吃不喝，差不多13、14年才能还清。10几年，我孩子都上初中了。不行，还是去找姑娘们商量一下，跳槽推舞吧。你不怕长孙姑娘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我给她磕一个。这什么？太搞笑了吧！所以是临时组合吗？完全没训练过吧？有一说一，领头的这几个大叔气质还挺不错的。 都什么眼光？什么气质？流氓气质吧！来，看过来。当年卖草鞋，现在卖葡萄，卖啥不是卖？各位看官，且听我一言。把人骗进来杀，这卖货手段溜啊！刚进来发生了什么？怎么都在刷屏溜啊？那我也刷一个。这也行。口感清新，香甜多汁，皮薄肉厚，酸甜可口。坏锅包赔，全程售后。 坏1颗赔3颗，坏3颗赔10颗，坏10颗赔1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直播卖货这么卷吗？我只是想买串葡萄啊！太努力了吧！打包送你们金带鱼。畸形下单10斤，不好吃我也认了。家人们，理性消费，理性消费，主要是给其他家人们一个机会。 葡萄全卖完了，哪有那么难？你们几个在这白吃白住，天天闯祸，做点事儿不是应该的吗？群域旅游举措初见成效，周末游、周边游或成最新趋势，广大乡村迎来发展新机遇。听听，旅游现在这么炙手可热，风口啊，猪站上去都能起飞。可咱们黄老板这农家乐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子轩，你这风口是不是漏风啊？闭嘴吧你！哪都有你，30、40、49万零831。关兄，你再对一遍直播收入，我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呢？祖宗哎，你让我正着算，倒着算，没有10遍也有8遍了。他就是49万零831，你就是把他盘出包浆来，也不会多出1块钱。要分钱了？你是空耳大师？ 整天就想着分钱散伙，话不能这么说啊，子轩。树大分叉，人大分家，大家重活一世，谁还没点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了？整天挤在你这农家乐里，不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你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你那伟大理想不是混吃等死、永久躺平吗？那能一样吗？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第2春，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哦不是直播间。确实有趣，此间事物。 颇多值得探究之处。山河大川，名胜古迹，方是男儿驰骋之地。我想去人世间走走，自会找到我的方向。侄儿，你有此等心胸，我愿追随你同去。啊，去哪呀？带我不？
他们要出去浪迹天涯，游山玩水，不要你了。你呀，要变成留守儿童了。行了，都别评了，扣除预留的流动资金，下半年水电、食材采购备用金、设备更新费、意外风险金之后，净利润刚好够我们分这个数。钱不多，就是个意思。不管各位是想去旅游找寻自我的，还是想另起炉灶干一番事业的，还是继续留下来蹭吃蹭喝的，小黄我都支持你们。黄老板大气，黄老板福如东海，财源广进。关兄，你呢？有啥打算？山人自有妙计，待我细细思量，定要一鸣惊人，亮瞎你们的狗眼。子轩管兄承蒙照顾，留迹无二，强身健体，来日再战。长孙姑娘多加保重，范增无地多加参饭各位。此别虽远，心意相连，天涯路远，后会有期。他日舟环岸，共赏晚霞残。各位保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军今远行，无他赠。唯祝途有好风伴，夜有明月随。师傅，你们可别忘了我。待得花重开日，再煮酒话平生。保重，保重。老刘一早屁颠去看直播场地了，你怎么不跟着去参谋参谋？他想一出是一出，别管他。长孙姑娘还是死活不同意让姑娘们直播跳舞。可不是嘛，都3天没给我好脸色了，说我铜臭熏天，糟蹋艺术，我热脸贴冷屁股，白搭。哎，你说艺术变现它不香吗？我听村长说，政府最近搞什么全域旅游，村里游客都变多了，咱们就让姑娘们在院子里表演琴棋书画，来一波高雅艺术的文化输出。3号桌加一个过油肉。老板点菜。老板，菜怎么还没好？都快饿死了。马上，我这就去催。对不住。大哥，葱烧羊肉卖完了，鱼香肉丝也没了。今天人太多了，太抱歉了。这样，送您一道我们秘制的凉拌秋葵，您看可以吗？好嘞，诚会72，支付宝、微信、现金都可以。黄扒皮多招点人吧，你那套开源节流人多的时候不好使。这客流高峰也不知道能有几天，招了人万一没生意又得白花钱。王哥，后厨的李师傅刚微信我，他肩膀老毛病犯了，疼得受不了，去医院了，要请假。后厨就他一个顶梁柱，他去医院了，明天的营业咋办？让那么多游客吃自己，完了，全完了。看来得招聘几个新厨子。肉有点老，欠厚了。哎呦呵，这个好，香酥软嫩，油而不腻。就你了，还有你，今天能入职吗？可以，没问题。黄哥，我的亲哥，这3个都是村西头那家平安农家乐的大厨，你挖墙脚就算了，你这是把人家承重墙都搬走了。小范啊，这你就不懂了。良禽择木而栖，良厨择薪而跳。我开双倍工资，他们自己愿意来，这能叫挖墙脚吗？这叫双向奔赴。人都死哪去了？这都几点了？马上到饭点了，菜都没备好，扣工资，这个月工资全部扣光。大厨们都走了，去村委的黄泉农家乐了。黄子轩，你个杀千刀的小兔崽子，敢挖老子墙角，老子亲自送你下黄泉。黄子轩，你可缺德带冒烟的，给老子滚出来！敢挖老子的人，看老子不把你这破店！这破地方竟然有个大美人儿！服务员呢？点菜，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菜都给我上来。猪肉、牛肉、羊肉各加20斤，青菜多搞点，这几天客人多。新来的大厨说的多备点。这仨大厨是真能干。成本一路飙升啊，黄老板悠着点儿。我们这刚有点起色，哎，那不是村西头的范老板。哼，兴师问罪来了呗。他怎么跑姑娘堆了？黄老弟，长孙姑娘护犊子的很，你自求多福吧。一道菜都没点，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菜都给我上来，纯恶心人，真想揍他。来者是客，怎么能揍给我们送钱的上帝呢？王师傅，你的老东家来了。那狗娘养的还敢来，天天变着法地骂人，要不就是扣工资，看老子不撕了他。啥呼了？哎呀，我的肉，可惜了，范平安的狗东西克我。那就给他上点猛料，就上那盘糊了的肉，这叫独具风味。其他的也照着这个感觉做。黄哥，不愧是你，太损了。1周1饭当，思来之不易。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
不过我们也要响应国家的垃圾分类，厨余垃圾也得有自己的归宿。年轻人学着点儿。美女，琴弹的真是不错。来，弹这么久，多辛苦，陪哥哥我喝一杯，和哥谈谈情，说说爱。要是不想好好吃饭，出门左拐，有垃圾回收。有性格，我喜欢。呸，这什么玩意儿？黄子轩，给老子滚出来！你这菜要吃死人了！哟，这不是平安农家乐的范老板吗？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怎么了？我家的菜品不合您胃口？你还好意思问？你自己尝尝，这是人吃的吗？你把我的大厨全挖走，就做出这些鬼东西，这不是招待您，得别出心裁嘛，不然我叫王师傅出来和您说道说道。你把我的人都挖走，你干出这么不道德的事儿，你这是恶意竞争，我能去告你。大厨们又没钱卖身契给你，别张口闭口我的人，咋了？大清王了没通知你？再说你自己留不住人，怪我了。你还敢找茬？他们觉得我这儿待遇好，前途好，可是自愿跳槽的，这叫人才流动。范老板，有空多看看财经新闻，补补脑子。还有你说难吃，那他们还在这儿排队干啥？现在顾客这么精明，你自己生意不好，好好反思反思吧。你强词夺理，敢断老子财路，去死！范老板适可而止，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厨艺亦如此。寻一个惜才爱才，懂得欣赏的东家，有何不可？再者，女孩抚琴本是风雅之事，更是为农家乐添光加彩，绝非取悦一人之玩物。还望范老板懂得尊重二字。你们算你们狠，咱们走着瞧。哼！这位是新来应聘的盼儿姑娘。你好，黄老板，很高兴见到你，叫我盼儿就行。你好，叫我黄哥就行。我来自县城酒楼，自己经营一家餐厅，现在酒楼生意不景气，我想来学习学习你的经营方法。你可太看得起我了。黄泉农家乐最近在网上特别火，我刷到过你家帖子，说有什么高端文化艺术深度体验套餐，包体验还包顿饭。那你能做什么？我什么都行，我可以学，我学东西很快的。我看农家乐运营的这么好，想请你亲自去指导一下我们。我想做点能全方位学到东西的活，比如当你的助理。你搞笑呢？我这就是个小农家乐，哪里需要助理了？你不会想要白拿钱不干活吧？你好歹手下管着20个人，怎么还是打工人的心态？比如监控坏了这种可大可小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吩咐我这个优秀的助理买个新的换上，黄老板就不用每件事都操心了。而且优秀的助理会把所有的事务打理好，你只需要听汇报就行。既然这样，你先安排他们做下大扫除吧。地方不错，你就是老板吧？这口音也是没谁了。你 cos 胡军老师呢？等一下，你不会真是朱元璋吧？客气啥？叫重八也行。好久没人能叫咱重八了。您可是唯一一位历史上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我怎么配？咱没起事之前还不是制品出身，家无片瓦，身无完衣的。你这都混上地府公务员了，谦虚啥？快别提了，都是祖上无德，哦不，都是祖上积德，才让我结识您这样的人物。要不我喊您一声大哥。行，王老弟，以后你就是我亲弟弟。我还以为后世对我的评价是心狠手辣呢，看你这反应，对我的评价还挺高。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您可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大明帝国可是非常长寿的王朝了。谁家能吃上饱饭会想着造反啊？大明的基业是建立在千百万苍生百姓的骸骨之上，地府那地界啥也没有，给你带了点金子，别嫌弃。不嫌弃不嫌弃，大哥你看看你，太客气了，来做客还带啥东西呢？发了，这么多金子，到手的金子怎么还能变石头呢？可能位面不一样，会变质。何人喧哗，子轩放心，一日为大哥，终身为大哥。这事儿大哥管了。地府不是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吗？怎么还在打仗？你干嘛？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兴奋？兄弟之间肝胆义气重于天，有人在你农家乐打架闹事，咱可看不下去。冷静点，他们是在大扫除，不是打仗，也不是打架。何为大扫除？简单来说就是全面打扫一下卫生，顺便除掉几个蛀虫。这木板为何如此脆薄？
我的188包邮到家的缠枝雕花禅意法式复古桌啊！早和你说了，这东西得买实木的，你非得买这种3合板，你瞅瞅，裂了吧？那实木多贵啊！咱们家里这么薄，能省就省。这是外柱还是棺材板啊？这不一拳就轰碎了！好汉住手，放过那根柱！这房子得重修了，咱和你说，豆腐渣工程住着人也膈应，你放心，我祖宅啊，这我家祖宅，你拆我家祖宅，我跟你没完！冷静冷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冷静，你打不过他。明天找家施工队，用不了几天就能重新盖好。范增，上，弄他！好嘞，别跟着添乱了，一边玩去。你干嘛？别以为你能一拳干碎房子，我就会怕你。我和你说，我这位范兄弟可是得了西楚霸王的真传的。我们，咱是想说，不用找泥瓦匠了，这房子咱就能给你修好。开什么玩笑？你还会盖房子？黄觉寺闹饥荒那阵，寺里连供奉也吃完了，老和尚打发咱云游化缘，啥也干过。愣着干嘛？干活！盼儿姑娘，给我们烧点水吧。大家一会儿干完活肯定渴了。啊！想当年咱还在红巾军当过马夫呢，要不是偶然得知汤和和徐达那2个狗怂都当上将军了，咱或许也没出头之日了。卷王，都是卷王。坐办公室被狗同事卷成卷死就算了，干个体力活还要被古人卷。天爷啊，这世上还有普通人活路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徽州那个朱生别的本事没有，眼光就是毒了。他这条计策确实让咱发展壮大了。其实我来之前，妹子千叮咛万嘱咐，不知道我们的后代怎么样，有没有对百姓好，没出什么昏了头的狗杂种吧？跟在你这儿，你骂他们狗杂种，不是把你自己也骂了？哈哈，咱就是那么一说，我知道，咱老朱家肯定没一个孬种。王老弟和我说说呗，我那些后代有什么趣事吗？那个，我说了你别生气啊，你费尽心思推上去的皇长孙，没多久就被你儿子夺了皇位。还有朱祁镇被瓦剌俘虏了，还有喜欢逗蛐蛐的、口吃的、20几年不上朝的，想当道士炼丹的，一心爱做木匠活的。哦，还有……你说什么？你不要命了？他一个人能打死我们所有人。不过没事，你设置的殿阁大学士后面逐渐演变成内阁制度了。虽然皇帝不靠谱，但是大臣们都很给力。本来封建王朝受自身的制度限制，寿命本来就有限。封建王朝寿命？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比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真是废物，一群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这人不会阴谋了吧？你咋了？你别碰瓷儿啊！起来起来，马上客人就要来了。你躺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大哥，那个你不要想不开啊！俗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虽然后代全都不对，那个有酒吗？有。你喝什么酒？白酒、黄酒、葡萄酒、米酒、啤酒、鸡尾酒，每样都上。今日喝个痛快。其实我这儿只有葡萄酒。你逗我玩呢？你别小看这葡萄酒，这可是用黄家村独有的葡萄品种酿的，口感浓郁，风味独特。我立刻马上现在去拿酒。咱就是想让百姓吃饱饭，才杀了那么多贪官污吏，搞死了丞相。怎么这事情能发展的这么离谱啊？大哥，我和你说，大明可牛逼了。风光的时候说一句世界第2，没人敢说自己是第1。别人还在冷兵器比划的时候，大明都用上火炮了。咱怎么会有错呢？是彪，对，就是彪，都怪他死得太早了。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很心痛啊！大哥，你看钻牛角尖了不是？生前哪管身后事，而且都过了那么多年，生生死死、风风雨雨的都过去了。喝酒。那些人仗着功劳欺男霸女，不该杀吗？你说咱真的错了吗？大哥，这根本不是你的错。咱倒是没杀，一群狗崽子，等老子下去再收拾他们。
只是妹子心系百姓，要是让她知道后面乱成那样，可咋办啊？得，我在这劝你半天，怕你想不开，闹了半天，你心里都是马皇后。这酒后劲真大。还有别的酒吗？这酒你喝着不醉人，头不痛，没感觉。果酒而已，喝着没劲，胜在口感好。大哥，这样喝会酒精中毒的。黄老板，这样下去不行啊，客人都吓跑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口碑。没办法，他现在世界观崩塌重建中，还是别打扰了。对了，老刘最近在干什么？最近怎么都看不见他人？搞什么全品类直播间，忙着和上下游联络感情呢，天天有应酬，夜不归宿好几天了。老刘这么拼，真把直播间做起来了。你还真别说，老刘还是有2把刷子的，直播间人数场场10万加，搞得有声有色的。嚯，这么多人！老刘现在可是大博主了啊！你见了可别这么夸他，要不尾巴早翘天上去了。前2天还和我商量要不建个直播基地，把10里8村的农副产品都搞成专业化的。这个有搞头啊！这条线拉起来，乡亲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打工了，在家就能致富。黄老弟，想我了没？我可想死你了！越来越浮夸了。黄老弟，我去后厨看看李师傅。老刘这寒暄要1个小时起步，等他逼逼完我再来。黄老弟，最近生意怎么样？我不在的日子，是不是感觉少了点什么？说重点，我这马上就要营业了，你多说一句话，我少挣1分钟钱。跟我装什么呢？怪不得老管天天叫你黄扒皮，哪有客人？我在门口看见客人都跑光了。你还有2句话的机会，不说我去后厨帮管兄去了。后厨怎么能让黄老板亲自去？我真有个赚钱的路子，你听不听？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游客拍了琳琳弹琴的纪录片，那条视频在网上爆了，好多家媒体现在蹲在村口，想要采访和做节目。这不是好事吗？怎么了？有啥问题？就是好事才来问你。村里打算给琳琳一个文化宣传的职务，让她好好宣传宣传黄家村。但是我听说外面有 MCN 公司也想签她，给这个数。村里的口风我也打听过了，得少一个0。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给琳琳拿个主意，看她未来想往哪条路走？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儿。这么大的事儿，琳琳姐怎么不自己来问黄哥？长孙姑娘和你黄哥闹这么僵，琳琳怎么好意思过来问？姑娘家的脸皮薄，你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女人心？一会儿我就和村口保媒的王婶说，给你安排上相亲局。我才不相亲呢！我妈说我还小，等过几年再说也不迟。你那一出事儿，这装聋作哑的妈和偏心小儿子的爹，趁早别要了。要不是你宇哥拉拔你成才，你黄哥收留你，你现在指不定就在牢里混呢。好了好了，不是说琳琳的事吗？怎么又扯远了？村长也私下找过我，说想让我帮忙说和说和，这可是关系黄家村未来腾飞的大事。可以啊你，现在已经混上村长的智囊团了。这不是建直播基地的事情吗？得通过村里批快递，和村长选址的时候闲聊，嘿嘿，闲聊2句。你闲聊我管不着，你别给我胡乱揽差事啊！要不是黄老弟当时指点迷津，我这直播间也做不起来呀。再说琳琳，要不是你说搞古风女团，让长孙姑娘教他们成才，她现在也没有出头的机会啊。这论脑子灵活，还得是黄老弟你分分钟给所有人安排好未来。我想想吧，改天你让琳琳来找我。好嘞，这又是新来的客人，怎么把这哥们忘了？正好，老刘，你和他聊聊心里话。你们一个大汉，一个大明，国力都强盛，肯定有话题。我相信你，加油，把他聊好，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刘老弟，你是没瞧见陈友谅内司带着60万水军来堵咱，船大的跟山似的，扬言要把咱煮了下酒。
我的天，60万，那不得跟潮水似的？大哥，你咋顶的？咱直接烧，让常遇春带敢死队驾着小火船，淋上鱼油，往他船阵里冲。火一烧起来，陈友谅的人哭爹喊娘跳湖里，好多都被咱的人用渔网捞上来了。我的亲娘！哎，这招简直是天神下凡！韩信背水一战是被逼得没办法。大哥，你这是主动点火炸营，比他牛到天上去了。俺当年跟项羽对峙，人家举着俺爹的锅要煮肉，俺只能硬着头皮说，煮完分俺1碗，回头偷偷躲帐篷里哭。哪像大哥你，刀架脖子上都能笑着烧敌人船，佩服佩服，这胆魄，俺给你磕3个响头都不够。你那是没找对法子，咱后来打元顺帝更痛快，一路追着他往漠北跑，把那些抢咱粮食、占咱土地的鞑子全赶回老家，让百姓都能种上自己的田，你知道不？咱登基那天，南京城的老百姓哭着给咱送馒头，比过年还热闹。秦大哥，这才是真刀真枪的帝王本事。俺那点江山纯属简陋，萧何管后勤，韩信打硬仗，张良出主意，俺就当个啦啦队队长，喊加油。你倒好，从亳州放牛娃到南京做龙椅，自己砍人自己谋划，连贪官都治得服服帖帖。俺那点功绩跟你比，就是萤火虫跟太阳比亮堂，提都不好意思提。戏文里的英雄哪有你神？他们敢跟60万水军硬碰硬吗？他们敢把皇帝往漠北赶吗？少来这套。不过你那约法3章确实对路子，秦法太毒，把百姓逼反了。你一句杀人偿命、伤人抵罪、盗物赔偿，比堆成山的律法都管用。但你小子懒，打完天下就想当甩手掌柜，律法全扔给萧何编。咱可不一样，咱亲自定大明律，连贪官贪1文钱都要打板子。老百姓种地免税3年，种桑养蚕还给补贴，这才叫把江山坐稳。这不是俺脑子没你灵光吗？萧何编律法编得头发都白了，俺看着都头疼。大哥，你不一样，又会打仗，又会管百姓，贪官剥皮是草，这招绝了。那些蛀虫一听见你的名字就腿软，比俺妈沛县小吏管用10倍。俺当年就不该让韩信当大将军，生不逢时啊！嗨，该早点穿越过来跟大哥混，保准比跟着俺强。对了，大哥，你那休养生息的法子能不能教俺2招？俺手下总有人喊赋税咒，俺都不知道咋哄。啥牌坊不牌坊的，咱就认兄弟。你这性子对咱胃口，以后你就是咱朱重八的亲弟弟。大哥，以后你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你说要修水利，俺立马扛锄头；你说要抓贪官，俺第一个冲上去绑人。就算项羽活过来，俺提着菜刀就上。不对，俺先喊大哥你出主意，保管让他再被俺揍回乌江。傻样，项羽早被你打败了，再喝。今天不把你灌趴下，咱就不是朱元璋。来就来，不过大哥你可得手下留情。俺喝醉了就爱抢人酒壶，还爱说你比秦始皇还厉害。你要是嫌俺吵，顶多罚俺给你捶腿，可千万别动砍头的念头。俺还没学够你的治国招呢。管兄，你看这俩开国 CEO 是把咱这儿当鸿门宴了。昨天还说要跟我探讨农家乐连锁经营战略，今天就先把自己喝成战略储备粮了。整天亲弟弟亲哥哥的人，不出1个月，整个黄家村都是你俩兄弟。刘总领口都沾着酱肉子油，朱总靴底还卡着灶房的柴火渣，估计是凌晨就溜去后厨偷嘴了。对了，今早采购的鲫鱼刚到，本来要做给客人的，这下客人没等来，倒先醉倒俩活宝。想当年我斩白蛇起义，那酒喝的比这烈10倍。如今咱这农家乐就得有这大口喝酒的派头。黄老板，你站那儿干啥？快过来陪哥喝。你少吹牛，当年你被项羽追得丢盔弃甲，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还喝烈酒呢。黄老板，
别理他，咱这农家乐的酒比我当年当放牛娃时偷喝的米酒香多了。得嘞，两位老板，看你们这状态，今天是没法办公了。今天客人全被这两位酒神吓退了，给员工说一声，今天放假。走，关兄，这大好天光别浪费，咱去村外的河沟钓鱼去，说不定还能钓上条大鱼，晚上加菜。不成不成，这个月的酒水账还差3笔没核对，员工工资的银锭子刚从钱庄取回来，我得盯着入库。你带小范去吧，他上午说院子扫完了没事干。关兄，这就是你不对了，工作哪有做完的时候啊？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就不要有半点犹豫。难不成上辈子还没忙活够，老天给了你再来一次的机会，这辈子还不知道好好享受生活？言之有理啊，忙活这么久，是该抽时间好好玩玩，放松放松了。小范，走，我们去钓鱼。我不去，黄哥的钓鱼瘾比刘邦的酒瘾还大。上次在河边坐一下午，鱼竿动都没动一下，他倒好，盯着水面跟我说这是在跟鱼比耐心。我在旁边喂了一下午蚊子，腿上的包比他钓的鱼还多。你这孩子啊，钓鱼最修身养性了，正好磨磨你这急脾气。再说了，这次我带了新买的神钩，店家说一甩一个准。磨性子，开始磨我的脾气。上次你钓不上鱼，回来跟后厨说我扫地太用力，震得河沟里的鱼都跑了，还说我打翻了鱼户，那鱼户根本就是空的，害得我被后厨那帮人嘲笑了1个月，我都快成农家乐的笑柄了。你这锅甩得比当年给齐桓公提建议还果断啊！你咋还翻旧账呢？那不是为了给我留点面子吗？这样，这次我保证，要是钓不上鱼，晚上我请你吃酱肘子，管够。酱肘子，算我一个。钓鱼我熟啊，当年我在芒砀山用树枝都钓过鱼。黄老板，我跟你去，我帮你指挥鱼上钩。你别去添乱，当年你钓的鱼还没你树枝粗。黄老板，我给你出个主意，咱把后厨的肉包子掰成扎当鱼饵，鱼肯定爱吃。实在钓不上，咱就把包子吃了，不亏。还是朱总聪明。小范，你看，这么多人陪你一起去，多热闹。再说了，有刘总这个鱼见愁和朱总这个美食诱鱼大师，咱今天肯定能大丰收。真的？那你不许再把空鱼呼来我身上。还有，钓上来的鱼必须让后厨给我做松鼠桂鱼，弥补我上次受的委屈。行了行了，我把账先记在本子上，陪你们去凑个热闹。正好我带个小筐，钓上来的鱼直接装筐里，省得老黄又找借口。我去拿我的斩蛇鱼竿，当年我用它斩过白蛇，今天用它钓大鱼，保准百发百中。等等我去拿包子。咱今天钓不上鱼，就吃包子喝小酒，照样快活。你看，这不就热闹起来了？走，咱也去拿装备，今天让你见识见识黄哥的真正实力。可告诉你，这次再钓不上鱼，我就把你的神钩扔河里喂鱼。我要让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黄泉农家乐的老板不会钓鱼。这才是生活嘛！清风，白昼翻过了9州，天高任我游。我在雪下白了头，佛前参不透。子轩啊，你这哥没劲儿！当年俺在沛县喝酒，那歌一唱，全村都来凑去，哪像你钓了一上午，鱼户比俺的脸还干净。你这般咋咋呼呼，鱼都被你吓跑了。倒是黄总，上次在湖边输给我3条鱼，今日看来手艺依旧没长进。小范，我们和你黄哥比一比。今天谁钓的鱼多？我可不和菜鸟比试，让别人知道了，准说我欺负残疾人。我看你师傅不在，没人管得了你了。今天我就和你赌，输的人刷1个月碗怎么样？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可别耍赖。哈哈哈，还是年轻好啊！成何体统？农家休闲，安安静静不好。当年俺在黄觉寺种菜，比你还沉得住气。中父，你看这水塘水质养出来的鱼定是鲜嫩。主公所言极是，不过这鱼饵得改良，用酒米混着蚯蚓，比碎馒头管用多了。呸呸呸！哪个不长眼的暗害本小爷？信不信我把你丢进塘里喂鱼？黄老板好大的口气，动不动就要把人家丢河里去喂鱼。没，这怎么敢的？施主风尘仆仆，莫不是有什么要事向本调仙禀告？黄总，别跟我来这套。农家乐今天突然歇业，你知不知道门口堵了多少客人？
有对小情侣从上海飞过来的，酒店订了3天，现在哭丧着脸问我要说法。你把咱们的口碑当儿戏吗？我也想开门啊！昨天院子里俩厨师闹矛盾，当着客人的面扯人家姑娘的头发，说人勾三搭四，客人都要报警告他俩性骚扰了。我不关店，难道等着警察来把人铐走，上本地新闻头条？此等顽劣之徒，就该严加管教。主公所言极是，经营之道，先安宾客。不过黄总也需尽快完善制度，避免再出此类事端。当年俺手下将士扰民，直接军法处置，黄总处置得当。好了好了，我已经把那俩祖宗打发走了，明天一准营业。你看你说这么多话，嗓子都哑了，可不可？我这儿有冰镇酸梅汤。就这，黄总，您钓了一下午，鱼护理比脸还干净呢。不是我不行，是这水塘的鱼太精了。村里那几个大爷天不亮就来打窝，9米、玉米往水里倒，鱼都吃撑了，根本不咬我的钩。黄总，您打算把农家乐和乡村旅游结合，我特别支持。但有几个问题得明确：一是垃圾污染，游客多了垃圾怎么处理；2是噪音，晚上客人闹得欢，周边村民有意见怎么办？还有停车，现在车位本来就少，游客乱停乱放容易堵路，这些您都想过吗？姑娘所虑甚是。当年我辅佐桓公治理齐国，便是先定民生之策。垃圾可设分类回收点，再请村民定期清理，还能给他们增加收入。噪音好办，当年在军营里晚上都有巡夜的，谁吵闹就罚他劈柴。黄总也整个巡场员，保准管用。停车之事可征用村边闲置空地，稍加修整便是车位。再立块木牌，写明停放规则，违者加收费用，自然没人乱停。治理齐国？什么治理齐国？区区不才，管夷吾事也。但你应该更熟悉我的另一个名字，管仲。是那个管鲍之交的管仲。管大哥，你和我闹着玩呢吧？如假包换。还不止呢，旁边这2位就是刘邦和朱元璋，住你隔壁的姐姐是长孙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在做梦吧？白助理说这么多话，可不可？要不要喝水？你别打岔，快跟我讲讲到底什么情况。所以你们真是古人，你们穿越了，这世上真有穿越，所以我可以吗？你可以什么？穿越啊！所以你们到底咋穿越的？时空隧道、虫洞、7星连珠、天降异象，你穿越过来多久了？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主要是阎王爷家生死簿被烧了，没地收留咱。阎王爷应该是嫌你太能搞事，怕你带着里面的孤魂野鬼起义造反。好家伙，你这是在我这儿练行测申论呢，比我上学时的班主任还能问。总之这件事说来话长，有机会我再给你解释。你可以简单理解他们就是来旅游的。做助理我可是专业的，国家现在鼓励乡村振兴，政府也给了不少扶持政策。但我一个亲戚的酒楼，就是因为没规划好，越做越差。我不想咱们的农家乐也这样。上鱼了，绝对是条大鱼，力道这么足。黄总，等等我，小心脚下滑啊！我的鱼，我的鱼啊，那可是条能炖一大锅的大鱼啊，都快拉上岸了。黄总，看来你与这大鱼无缘啊！上次你也是这样，眼看要上钩，结果被一只野鸭惊走了。没事儿，没事儿，一条鱼而已。晚上俺请你吃顿鸡，农家乐的鸡比鱼香多了。休要取笑，白姑娘也是无心之失，黄总莫要迁怒于人。你没事吧？能站起来吗？别摔着腰了。我没事，黄总，刚才真不是故意的，我没看清脚下，一下子就绊倒了。没事就赶紧回去吧，这地方蚊子多，路又不平，你穿成这样太不方便了。等等，要不让我试试？我惊走了你的鱼，总得赔你一条。黄总，你下一条想要什么品种的鱼？鲫鱼还是草鱼？俺的娘嘞！这姑娘是有啥法术？比当年韩信点兵还神，说掉就掉上来了。姑娘钓术精湛，选的钓点是水草旁，正是鱼群聚集之地，鱼饵也用得恰到好处，难怪收获颇丰。好本事，比宫里那些御厨钓鱼的手艺还强。你还有这本事？我活这么大，第一次听说钓鱼能点菜的。你说钓啥就钓啥，这都是常规操作，不算什么。我这技术也就一般般，在我爸面前还不够看呢。
这草鱼体型匀称，上钩的角度也刁钻，姑娘确实有2把刷子，比某些人强多了。牛啊！白助理，不，白大师，快教教我，这里面到底有啥诀窍？是不是鱼饵有说法，还是甩竿有技巧？教你也不是不行，不过嘛，礼尚往来，你得跟我说说农家乐经营的诀窍，比如怎么跟村民打交道，怎么控制成本，还有带我见见供应商，混个脸熟，不然我这助理啥都不懂，到时候给您丢人，多不好啊！还叫什么黄总？以后别有您了。白大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师傅。上次跟范曾那小子钓鱼，他嘲笑我钓不上鱼，这次有你教我，我一定能一雪前耻。好，拜师就得有拜师礼。晚上俺做东，请白大师和各位吃顿鱼。如此甚好，既学钓术，又论经营，一举两得。明日农家乐开业，正好用今日钓的鱼做招牌菜，让客人们尝尝鲜。也罢，若白大师真能教会黄总，下次钓鱼比赛我便让他3杆。白大师，咱刚从鱼塘回来，你说你这高跟鞋是跟你有仇还是咋的？这小路坑坑洼洼的，碎石子又多，万一崴着脚得不偿失。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职业形象。昨天跟供应商通电话，人家说他们团队全是西装革履的，我要是穿双拖鞋过去，人家第一印象就把咱农家乐归为小打小闹，后续还怎么谈长期合作？可形象也不能当饭吃啊！你今天从县城赶过来，光在鱼塘和菜地转就走了快1万步，再这么硬撑，明天保准肿得像发面馒头。没事，我这脚结实着呢，只要能把供应商谈下来，让他们给咱农家乐专供最新鲜的食材，就算真肿了，那也是它的价值体现，总比因为形象问题丢了合作强。行，算你有理。那待会儿见了供应商，你可得好好发挥你这专业形象优势，我在旁边给你打配合。这才对嘛！放心，谈判桌上的事儿我还没说过。黄哥这儿，您来早提前说一声，我好骑我那电动3轮车去村口接您，省得您走这老长的路。我就是过来随便转转，看看这季葡萄的长势。对了，庄哥，你比我大2岁，论辈分该我叫你哥才对，别总黄哥的。嗨，这辈分还有人说？要不是你去年给我家葡萄园想的那直播带货的点子，这葡萄年年都得烂在地上，我闺女的学费都没着落。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哟，这不是黄老板吗？今天怎么有空亲自来视察工作？放心吧，我们这茶生财刚这里，水灵够你，每天早上5点准时送过去，绝对不会错过农家乐的早餐饭点。你办事我最放心，比我自己盯着都靠谱。盼儿，过来认识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农家乐的核心供应商。庄哥负责水果，王姐管蔬菜。你是说他们就是咱们要见的供应商？不是说有正规的供货公司，还有商务团队吗？这妹子咋还哈了你？啥正规公司啊？都是杂城里自己人搞的合作噻。黄哥说了，自家种的菜吃着放心，给客人吃也不能含糊。对了，黄哥，隔壁的村里支书找我，说他们村种的圣女果和草莓都熟了，想问问你农家乐要不要，价格都好说。可你就不怕他们抢了你的生意？要是农家乐收了他们的菜，你这大棚里的菜卖给谁？妹子你放心，咱这蔬菜大棚早都被黄哥打通销路了。除了农家乐，县城的几家超市都跟咱签了长期合同。再说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没个连处？黄哥帮我们趟平了路子，我们也得互相帮衬着。别光夸我，这都是响应村政府的号召，搞乡村振兴，村长才是牵头的人，我顶多就是在旁边搭把手，做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子轩，可算逮着你了！我这都去农家乐跑3趟了，管总次都说你不在，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大爷您撒手，光天化日的拉拉扯扯像话吗？他是我们老板，你要是有啥事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你这闺女是，我不是要找她麻烦，是有好事。你婶子在家炖了鸡汤，烙了葱花饼，就等着请子轩去家里吃饭。感谢他帮我们家琳琳指了条明路。哈尔别紧张，这是琳琳的爸爸。林叔您别客气，我就是给琳琳提了点考研的建议，不算啥大事儿。这还不算大事，我和你婶子都没文化，前些年光顾着种地，耽误了孩子。现在好了，村长说琳琳考上研以后有机会进公职，还说他搞的那个农产品测评账号有流量，能带领全村致富。这孩子有出息，全靠你指点。走，今天必须跟我回家吃饭，
不然我跟你急。这林叔也太热情了，我说喝不了白酒，非说自家酿的米酒不上头，结果一杯接一杯，要不是天快亮了，他指定还要拉着我们划拳。慢点走，都说了让你少喝点，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我没事，就是有点飘。我屋里有醒酒汤，待会儿给你热一碗。喝，刘老弟，你接着喝。你才讲到鸿门宴，还没说你是怎么从项羽手里跑掉的呢？醒醒，别装死！当年打仗的时候，你可比这精神多了。别，真喝不动了。当年的烧刀子都没这么练，再喝我就要跟虞姬告状了。黄哥，你可算回来了。这俩老爷子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喝，把农家乐窖藏的米酒全喝光了，管哥拦都拦不住。刚才朱大爷还说要跟刘大爷比，谁的江山更稳固，差点把桌子掀了。你去把管仲叫起来，让他清点一下损失，记在我账上。再找2个伙计，把这2位老爷子扶到客房休息，别让他们再闹了。这日子过得也太安逸了，除了应付这几位老爷子，连点挑战性的事都没有。昨天跟村长详谈，他说想搞一个农产品展销会，你觉得怎么样？你就是闲得发慌。前2个月忙农家乐扩建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真让你回到以前天天跑客户、谈合作的日子，你又该怀念现在的清静了。我这叫居安思危。农家乐现在生意稳定了，就得想着怎么帮村民多创收。对了，范增呢？今天该给他补数学了。在客房背单词呢。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你查过白助理的底细吗？他是哪里人？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口人？人家来应聘助理，手续都齐全，查人家户口本干什么？太不尊重人了。要是普通员工，自然不用查这么细。但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想娶回家做老婆，这些可都是该了解的。我看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眼里除了白助理就没别人了。白姐，你可算接电话了，你都走半个月了，酒楼那边快撑不住了，食材供应商催账，几个老客户也被对面的味仙居抢走了，你快回来吧。别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几天就回去。你先把仓库里的存货盘点一下，跟供应商说再宽限几天。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看你这几天总是魂不守舍的，有难处就跟我说。没什么，就是骚扰电话、推销保险的。黄老板，你不是说今天要教我农家乐的成本核算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盼儿，其实我……王总，其实我是……没事，你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跟你一起面对。还有，别叫我黄总了，叫我子轩吧。子轩，我骗了你，我根本不是什么来找工作的助理，我是县城悦来酒楼的老板。我来农家乐是因为酒楼生意不好，想偷偷学你的经营方法。我知道这么做很不道德，但我实在没办法了。酒楼是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让它倒闭。还有，我看农家乐的经营模式特别好，想请你亲自去酒楼指导一下，费用你随便开。嚯，我就觉得你不像普通助理。上次你给农家乐提的成本控制建议，比专业的会计还到位。悦来酒楼，我知道，前后5个楼，装修特别气派。没想到老板是你。你不怪我，你不觉得我是商业间谍来偷你的经营秘诀吗？说什么商业间谍呢？我这农家乐的经营模式，说白了就是实诚2字，用最好的食材，卖公道的价格，真心对待客人和村民。这些要是能帮到你，我高兴还来不及。再说了，我这农家乐1个季度的流水，估计都比不上你家酒楼1天的。我有什么好怕的？黄子轩，你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偏了？我在跟你道歉，跟你说我骗你的事儿。我知道，但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肯告诉我真相。现在你说完了，该轮到我说了吧？盼儿，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你穿着高跟鞋在鱼塘边摔跟头，还嘴硬说在练平衡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只是我一直没敢说，怕你觉得我太唐突。现在我想问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好。我真害怕你不答应。子轩，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黄哥要是跟盼儿姐走了，谁叫我做数学题啊？农家乐以后可咋办？有时间在这瞎担心，不如回去多背几个单词。你黄哥给你报的高考还有3个月就开考了，再不用功，小心他回来收拾你。大家别送了，我就去县城待几天，帮盼儿把酒楼的事情理顺就回来。朱大哥，农家乐的日常管理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子轩，有我在，保证把农家乐管得井井有条。你要是在县城治不好，就给我打电话，
我让厨房给你炖只鸡送过去。这是农家乐最近的财务报表和下个月的采购计划，你带着路上看。范增我会看好的，每天督促他学习，绝对不让他出去瞎玩。黄哥，你可早点回来，我数学题还有好多不会做呢。你要是不回来，我高考肯定考不上。还有，别忘了给我带县城那家老字号的钢笔，我听说特别好用。放心吧，钢笔肯定给你带。等我回来，咱们就开始筹备农产品展销会，到时候让你当志愿者锻炼锻炼。大家都回去吧，别站在这儿吹风了。我走了，你们等我回来。你真的不担心农家乐吗？不担心，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我最亲的人，还有我和你的未来。等把你酒楼的事情搞定，咱们就回村搞农产品深加工，让更多村民过上好日子。